如果你覺得你的感情生活很穩定，那老頭 Z 強烈建議你絕對別帶着另一半去看這部《抓馬戀人》。當千代亞在銀幕上輕輕吐出那個秘密時，整間戲院的冷氣仿佛突然降到了零下。這部片不是在講愛情，而是在拿顯微鏡剖析我們靈魂最深處的惡意。如果你還沒訂閱影視觀測站，趕緊按下去，因為這種讓你坐立難安的神奇電影，只有這裡敢跟你講真話。說實話，剛看到這對主演名單時，我覺得 A 4瘋了。千代亞加羅伯·派汀森，這組合簡直是流量核彈。但導演克里斯多弗·格利就是那個拍過《夢行者》保羅的怪才，他根本沒打算給這兩位巨星安排什麼浪漫橋段。目前 IMDB 給出7.8分，而爛番茄則是82%的關鍵好評。但我要說，這分數背後隱藏的是極其兩極的社會撕裂。你準備好面對那個讓人心碎的真相了嗎？故事發生在波士頓的一個婚禮周，查理和艾瑪看起來就是那種你會在文青書店遇見的完美情侶。查理是個溫文儒雅的博物館策展人，由派汀森那種帶着點憂鬱氣質的演技來詮釋，簡直不能更準確。而千代亞飾演的艾瑪，則是那種聰明、獨立，卻總讓人覺得隔着一層迷霧的書店店員。兩人的化學反應並不是火花四濺，而是一種像溫水煮青蛙般的平靜。直到那個致命的遊戲開始，在一次品酒聚會上，伴郎和伴娘起哄，玩起了坦白局。規矩很簡單，說出你這輩子做過最壞的一件事。這本該是那種無傷大雅的社交戲碼，頂多就是偷過便利商店的巧克力，或是高中時劈過腿。但當輪到艾瑪時，她沒有像其他人那樣開玩笑，而是冷靜地分享了她青春期時關於校園恐攻的極端幻想。那一刻，戲音全消，只有查理臉上那種我的世界正在崩塌的表情被派汀森演得入木三分。老頭自己看片20多年，很少見到這種能讓觀眾在椅子上挪動身體、感到极度不適的開場。這不是犯罪片，這是一部心理恐怖片。它恐怖在於，它挑戰了我們對於誠實的底線。當你的未婚妻告訴你她心裡曾住過一個惡魔，你還能如常地跟她走紅地毯嗎？阿四再度展現了他們的選片眼光。這部片目前正在院線上映，看完之後，你對婚姻的想象可能會徹底摧毀。接下來，我們要聊聊那個讓網絡上罵翻的轉折點。進入第2章，我們必須直面那個讓所有人手掌冒汗的誠實實驗。導演伯格利最擅長的就是把一個荒謬的假設推向極致。艾瑪的告白到底純粹是青春期的黑暗幻想，還是某種病態的自我毀滅？派汀森飾演的查理在接下來的幾天裡，開始像個偵探一樣審視他以為已經熟悉的未婚妻。每一次的親吻背後都藏着一股懷疑的惡臭。這種關係中的信任崩解，被拍得比任何恐怖片的血腥場面都要來得真實。你試着想象一下，如果你是查理，在你最幸福的時刻，對方突然撕開漂亮的包裝紙，露出一截爬滿蟲子的內容，你會怎麼做？是假裝沒看見繼續演戲，還是立刻止損轉身就走？千代亞在這部片裡的演技真的上了一個檔次，她那種不覺得自己有錯的坦率，才是最讓觀眾感到窒息的地方。她把艾瑪演成了一個追求絕对誠實的瘋子。這種角色層次在目前的影壇真的非常罕見。這裡老頭 Z 要給這部片的攝影點個讚，導演大量使用了超近距離的特寫鏡頭，捕捉演員臉上最細微的肌肉抽動。當派汀森在浴室鏡子前試圖說服自己這只是個玩笑時，那種自我欺騙的絕望感透過銀幕直接扎進觀眾的心裡。技術分析點到為止，重要的是這種視覺語言讓你感受到了查理的孤立無援，他被困在一個即将到來的婚禮夢魘裡，而台下的觀眾就像是看着一場已經發生的車禍，想叫卻叫不出來。最妙的是伴郎馬蒙多亞提和伴娘艾拉娜海姆的角色設定，他們像是這對瘋狂情侶的对照組，在旁邊試圖用正常人的邏輯來緩解氣氛，結果卻讓情況變得更加尷尬。這部片把社交行為中的偽善撕得體無完膚。我們每個人都有秘密，對吧？但當有人真的把秘密公之於眾，大家第一個反應不是理解，而是恐懼。這就是伯格利想要探討的議題：社會能容忍的到底是哪種層次的誠實？但在這一切情緒高漲的時候，你有沒有想過，或許千代亞的角色根本是在說謊？或許這只是一個測試。老頭 Z 在看這幕時，心臟差點停掉，因為下一秒導演就用一個極具爭論性的反轉，狠狠地甩了所有人一記耳光。這個反轉不僅改變了劇情的走向，也讓前面所有的鋪陳染上了一層更灰暗、更不可預測的色彩。這就是這部影評必須存在的原因。我們得聊聊導演這種近乎自毀的創作膽量。好，現在老頭 Z 要說點難聽的話了。
雖然我愛死這部片的張力，但我真的要在這幾分幾秒處對導演伯格利開一槍。在電影進入後半段時，導演處理爭議性話題的方式真的會讓人在電影院裡想翻白眼。他似乎太沉迷於冒犯觀眾這件事兒，以至於有些場景的台詞顯得刻意且說教。這種為了挑釁而挑釁的做法，讓原本高級的心理戰瞬間掉入了一種大學社團電影的既視感。這是我看完後感到最遺憾的地方。特別是關於那段校園幻想的後續解讀，導演選擇了一個極其偏激的視角。這也是為什麼國外網絡上會吵得不可開交的原因。有人覺得這是對心理創傷的深度剖析，有人覺得這是在消費嚴肅話題來博眼球。老實說，老頭 Z 也站不穩，因為這就像走鋼絲，導演在某些時刻確實掉下來了，節奏在中段出現了明顯的斷層。有一幕長達5分鐘的爭吵戲，雖然演員演得賣力，但剪輯的拖沓感真的讓人想拿遙控器快轉。不過，就算有這些缺點，派汀森的表現還是救了這部片不少。他把那種想要理解卻無法跨越鴻溝的挫敗感演得那樣卑微。相比之下，千代亞的角色後期顯得過於符號化，導演太想透過他來表達某種社會觀察，反而削弱了這個角色的真實質感。如果你是為了看一場完美的演技慶典而來，你可能會在2/3處感到一點點不對勁。那種感覺就像你訂了一份和牛，送上來卻發現配菜全是苦瓜。雖然主食很棒，但總覺得哪裡苦澀。再聊聊這部片的配樂，那種不斷重複的讓人不安的電子雜訊聲，老頭自己覺得這招用得太頻繁了，搞得我看完後耳鳴了一陣子。我知道你想營造壓迫感，但過度使用技術手段來強迫觀眾感到不安，其實是編導能力不足的一種表現。這就是我對 A4 作品的一貫看法，他們總是很有創意，但也總是在某些地方顯得太過藝術任性。這部《抓馬戀人》無疑是今年最任性的一部。這種任性可能會擋住很多普通的觀眾，但話說回來，如果你平常就喜歡看那種能讓你思考、能讓你跟朋友吵架的電影，這部片的缺點反而也是它的魅力點。它不是那種看完就忘了的罐頭片，它會像一根刺一樣扎在你的觀影記憶裡。即便它的處理方式有瑕疵，即便它在倫理邊緣反覆橫跳，它依然試圖在討論一些現代電影很少觸碰的黑暗地帶。接下來，老頭 Z 要給出這部片的最終觀看建議。請你拿好你的電影票，因為最後一章我們要來做生存判定。影片來到尾聲，老頭子也要給出最誠實的推薦建議了。如果你是想看一部像蜘蛛人那樣可以讓你爽2小時的爆米花，或是想看一部像沙丘那樣宏大的史詩，那這部《抓馬戀人》絕對不是你的菜。這部片只推薦給3種人。第一，你是千代亞或派汀森的狂熱粉絲，你想看他們展現這輩子最扭曲的演技。第二，你喜歡 A84 的那種古怪風格，像是《仲夏夜》或《噩夢挽歌》。第三，你最近剛好想跟你的另一半大吵一架或是分手。我不是開玩笑的，如果你們的感情本來就有裂縫，這部片可能就是那最後一根稻草。它會逼着你們去思考那些從來不敢開口的如果。目前這部片在院線還是大熱門，老頭自己強烈建議去戲院看，因為那種沉浸式的壓抑感是在客廳小熒幕感受不到的。你需要在一個全黑、安靜、逃不掉的空間裡，陪着查理去面對那場婚禮災難。雖然我吐槽了它的敘事斷層，但作為一部影像實驗，它絕對是今年罕見的異色之作。總結一下，《抓馬戀人》就像是克里斯多佛·伯格利用 A4 的預算，跟全球觀眾玩了一場巨大的真心話大冒險。他挑戰了題材，挑戰了觀影者的心理胃口，也挑戰了千代亞與派汀森的職涯極限。不管你喜不喜歡，這部片都會成為2026年最被拿出來討論的文化符號之一。別問我它有沒有續集，這故事不需要續集，它只需要你現在出發，去電影院買張票，然後獨自一個人，或者帶着一個你準備好要失去他的朋友去挑戰看看。好了，這支影片就聊到這裡。我是老頭 Z， 影視觀測站會持續為你挖掘這些可能被演算法埋沒，或者讓你又愛又恨的神作。如果你覺得今天的解析有打中你，或者你也對千代亞片中的那個秘密有不同看法，歡迎點讚分享。記住，看電影是個人的事兒，但解析電影是我們這群瘋子的事兒。我們下一支影片見。祝你在這部大作的洗禮下還能有個美好的周末。雖然我覺得有點難，最後老頭 Z 要來問大家一個靈魂問題：如果你在婚禮前3天發現你的另一半心裡真的住過一個惡魔，不管是心理創傷還是恐怖幻想，你真的會選擇原諒並結婚，還是當場逃婚？這個問題沒有標準答案，但我很想在留言區看你們吵起來，支持誠實無罪的跟支持安全第一的都給我站出來。如果你也被這種深度解析吸引，別忘了訂閱並開啟小鈴鐺。我們下次見。